当你过节回家，面对那些亲戚们让你闹心的行为，不知如何应对，大胖媳妇教你如何反击，出其不意，以暴制暴，制服他。就像大多数东北家人一样，我们家的饭局从回忆苦难到畅想未来，一样的故事，一样的嗑，至少3个小时。大胖媳妇尤其是听不懂啊，老睡着。他问我一般到什么情况算喝好啊？我说一般来讲3箱啤酒吧。于是，在干嘛？需要帮忙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这米啊，拿它干嘛呀？啥是这样？啥是这样？过节回家看老人，你拿点啥他都说你浪费钱。于是，你好，你好。不要，太费钱了。哎呀，你好，来接你。不要，这太费钱了。哎呀，你好，我点什么买呢？不要，这太费钱了。我请。孩子抱着我看看。在哪儿啊？孩子呢？不要，还费钱。为什么？有没有个事？总有亲戚给出最热情的笑脸，放出最狠的问题。于是，哎呀妈呀，这小伙啊，真带劲呢！一年挣多少钱呢？比我媳妇多。啊，你媳妇挣多少钱呢？哎呀，肯定比你多，总有亲戚见着你就一次又一次评价你的外貌缺陷。于是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，肚子又大了？你的头发又少了。谁说我头发少了？这不都是吗？这可不可？第二天俺俩找我大舅赔罪，我大舅想不开，自己开车去西藏，只能找我舅妈了。舅妈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你看这是啥？昨天那老吹风机不行，是把我大舅脑瓜都烫着了。这台康复 F8高速吹风机能吹出堪比9级高速风，用高速代替高温烘干，还有5亿负离子。旧吹风机早该换了。别生了给头发的。我妈老说大胖媳妇穿的太邋遢，出去上大街上别人笑话。大胖媳妇说大街上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妈不同意。次日清晨，我妈说要去菜市场买只小笨鸡儿。哎呀，我婆婆这想念中餐，想念的不行的，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，还舍不得去。以前我去呢还能露2手，现在也没有这待遇了。所以前2天我母亲节嘛，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，炒菜机，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，就用这炒菜机来做中餐。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，在炒菜机面前站倍儿直，炒了一个毛菜，累废4个人，最后炒出那盘菜吧，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。这个炒菜机吧，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，它是这么用的。就你选择你做一个菜，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，完事儿呢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，西红柿、鸡蛋，然后呢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，还不用一个计量单位，就酱油15毫升，蚝油15毫升，糖10克，葱花10克。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，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。那以前我说，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，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，你炒菜机说，哎，你现在放啥？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。你炒菜机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，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，你要没放就嗷嗷响。哎妈，这给我婆婆紧张的，生怕出错呀，就演练好几回呀。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，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，手里拿着酱油；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，手里拿着蚝油；我婆婆站在最中间，手里拿着一盘糖；我老公站在最左边，手里拿着葱花、葱瓣缕。完事就开始炒了，哎呦我的妈，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，那锅就是教官。西红柿炒鸡蛋1连2排，炒菜开始，快速，酱油、蚝油、糖、葱花，报数完毕，准备开炒，放大上去。20秒之后，离场，放酱油，酱油在最右边公手里，所以全家找酱油，香要看切，酱油炒着切看，葱要往左紧密靠拢，好里边，好放完酱油了，好上去，等20秒到了，好离场，放蚝油，蚝油在哪呢？蚝油搁谁那呢？蚝油是哪个？什么是蚝油？香做香油看切，警报要响了，我小姑发现啊，我是蚝油，好归队，香着看切，放蚝油，好再等20秒上去。20秒之后放葱花，谁是葱花？大胖媳妇是葱花，向左看，切，葱花来了，先看，好放上。哎呀妈，这紧迫感给这家人整的，这菜炒的贼难吃，完焦虑症全整犯了。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，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，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？
开始腌肉，爆椒丸腌多久？腌至入味。炒鸡蛋，爆椒丸炒多久？炒散。好，等待一下，稍息。爆椒丸稍息多久？稍息片刻。等待油温8成热。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？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成热。放料酒，爆椒丸放多少？酌情放。开始翻炒，爆椒丸翻炒多久？炒至变色。爆椒丸变成什么色？深色。稍息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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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吃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作为中国姑爷的老外，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，然而但是当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角色交替，把自己的血统屏蔽，恰恰的以中国人的角度给人家讲戏。这不现在一个加拿大人就搁这生拉教人家意大利人咋用筷子吗？我老公就一跟其他老外在一起吧，就开始织毛，就给自己就圈到咱这一伙来了，跟人家俩嘚瑟，也不管人家带没带他玩。就有一次就这意大利小伙来我家玩的，然后我说的咱今天晚上吃中餐啊，我做中餐，我老公就是嘚瑟那样，我那个是我现在吃过了中餐以后哈，就是吃别的菜系就觉得挺淡，就挺落寞的。就你们意大利菜反正也算还行吧，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有点粗糙。结果人家马蒂也立马给怼回来了，比你加拿大菜强吧？一天不是烤土豆就烀土豆，再不就怼土豆，挺大的地方一天就跟土豆较劲。我说那好汉多大的壮志，不论经历几番跋涉，也走不出少年梦的天涯。你挺大个肚子，不管套上几层裤衩，也装不了俄罗斯的套娃。我说你可别装了，吃过2瓣腊八蒜你就自称东北汉，做过2个屁股墩你就自称东北魂，能不能不嘚瑟？我说我现在需要豆瓣酱，我才能做这饭。我老公又能耐上了。对我们中国菜哈，尤其是东北菜系，这个豆瓣酱啊是灵魂，就像你们意大利的这个番茄酱汁似的，只不过我们的工艺更纯熟。我说你别叭叭了，你快去吧。然后我老公跟人马蒂了，然后我领你去，我领你看看我们中国超市，看看我们中国超市是怎么卖肉的。你看看你们那卖鸡肉的地方就几盒鸡胸肉，几盒鸡腿肉，完事儿了。你看看我们中超就把卖的这个鸡从头到尾放一起拼起来，这鸡能站起来走，不浪费任何一个美味的零件。我说用不用我把豆瓣酱这个词儿给你用短信发过去，省着你到了以后你忘了你自己要买啥了。这家我老公在人家马蒂面前还脸上挂不住了呢，就不乐意了，一拧的不用你发，我这些年了我的豆瓣酱我还说不明白。完他就走了，他俩呢就一边唠嗑一边去的，在这个道上呢一边唠这嗑呢，这个词儿就慢慢就淡化了。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记忆，就是你新学一个词儿，你也不是忘了，只是跟你之前就是粉红的回忆混淆了。我有一次就是初中时候，就是老师讲这个电阻的单位欧米伽，但那之前呢还有英语课，人英语老师让俺就记英语单词，然后我就记混了。第二天物理老师问我电阻单位，我告诉人家 museum。我老公这不也是1、2、3、4声他不分吗？就豆瓣酱他就豆瓣酱，然后记着这个豆瓣酱，完事往那走，这个豆瓣酱就窜台了。结果到中超以后，人家问他你要买啥，他告诉人家赵本山。哎呦我的妈！赵本山给人整蒙圈了，问他你要碟儿啊？你要碟儿啊？完过挺长时间俩人回来了，带一盒豆瓣酱。我说也挺好，顺利完成任务。然后老公就嘚瑟上了，那我这点豆瓣酱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。然后人马蒂也给他戳穿了。哎，你老公净白我，他到那儿管人家要赵本山，给人家问蒙圈了，问他要碟儿啊，是我记着的，我记着你让他买这个叫豆瓣酱，要不然根本买不回来。